公司天天丢东西，不是电脑就是板凳，我们都以为公司进贼了。没进贼，我拿的，家里缺啥我就拿点。再说了，是公司的，又不是他们家的，你管那么宽？薅羊毛你得有点分寸吧？早上刚上大桶水，同事们还没等喝呢，他偷摸拿家去了。我们这一天喝不上水，像话吗？他一来公司赶上进货了。入职的时候，人事就告诉我，公司福利待遇少，那没有福利就自己创造。买新的啦？只要有心，公司处处是福利。是看出来了。你薅羊毛别影响我们上班啊！给我们整的现在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的。这么夸张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门开开。这啥？你纸给我，我有用。我还没擦呢。哎，你干嘛？出来！你等下一卷吧。你觉得薅羊毛有用吗？这么跟你说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就没付过水电网费。别人是被公司剥削，他是剥削公司，吃干抹净的。我都替老板。哎，1块钱一次，不限时长。难怪这公司这么些年挣不着钱，全让他薅去了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公司赚不到钱是我不够努力，现在呢？现在我发现创业这条路并不适合我，我打算找个班上。我和同事来出差，那到地方了，他们没给我订酒店，那给我支了个帐篷就走了。我在荒郊野岭打地铺睡了一宿。那酒店订到他的时候没房间了，那今天酒店多难订他也不是不知道，就辛苦的搁外面对付呗。那订酒店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嘱咐他们了，我说给我订个宽敞点的，我交钱。结果他们让我睡树林里，确实挺宽敞的，这帐篷怎么还破个窟窿呢？让野狗咬的。这一到晚上全是狗围着我帐篷转，露头就瞄。哎，你别扔啊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我家。我们不是不想让他进来，关键这住酒店都是实名制的，他没有名额确实不让进的。就是啊，你把这关了行吗？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，你也不要太委屈。我怎么不委屈啊？他们在屋里睡得香，让我在这打野。那今早上还有个流浪汉以为我要抢地盘，要揍我，就一晚上没敢喊，睡个觉还得防着被绑架。这么多同事，为什么就选择让他在外面住呢？那我们都是来干正事的呀，过来谈客户的，当然得休息好啊。他又没客户，还非要跟过来，不能赖我们，对吧？没有客户怎么还非要跟过来出差？那同事都出来谈客户了，你就我留守，让老板知道了，不觉得有我没我都一样吗？你再说我来了也不是没用啊，那他们要是累了，我可以帮他们加油。同事确实挺坎坷的，他自己一个人也挺心酸的，要不还是去安慰一下吧。哎呀，涛，委屈你了呗，野外生存能力挺强，跟我回去要不下雨了。不回，真假？哎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去卖家好牛啊！你们倒是再劝劝呀。听说你们老板不来公司了，他来不了了。老板看我们下班了不工作难受啊，就让我们随时跟他汇报工作嘛，不准有私人空间。这不小到连夜把工人搬老板家门口去了吗？我觉得老板说的对呀，下班也要信息工作，为了方便汇报，我把工人挪到了老板家门口，为老板24小时待命。老板别睡了，我凌晨3点发给你的方案，你还没给我反馈。你滚！这内卷的见多了，内卷到老板家门口的，我们也是头一回见。这老板一不来，把我们也给解放了。看样子你挺喜欢在这里办公的。那在老板门口汇报就是方便呀。你看这独立办公室，守着老板的钛合金钢门，和老板零距离沟通。老板的大门只为你而开，要你不兴奋？我不兴奋。他一晚上汇报工作能汇报800次，给老板门都敲烂了。老板整的成宿睡不着觉，现在也没心思找事儿，和老板极限1换1了。看来你就打算一直待在那儿了。就睡老板家门口呗。哎，你好，是用户员工不到 house 吗？您的欧乐 B 到了。我们老板现在很忙，给我吧。这肯定是老板看我汇报积极奖励给我的。老板，这欧乐 B 是给我的吧？给你妈！谢谢老板。该，刚才老板搁群里说了，说以后下班不允许聊工作。哇，那不行啊，我得找老板说说去。你们公司怎么现在都不工作了？那老板说了，让我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。老板看我们业绩不好，说再看不到我们的长处就要辞退我们。这不今早同事们都带着家伙事儿来了吗？有擅长健身瑜伽的，这还有擅长下棋的，还有擅长玩游戏的，就是没有擅长工作的。这些看着都跟工作无关。这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儿了。你不把看家本领拿出来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欺骗老板吗？又老板，我就说这阵容你不擅长。伟哥，你过来教教他。来了，让他擅长擅长。你们这样老板回来不会生气吗？他回不来了，擅长打小报告的同事已经把老板举报了，他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呢。不过不回来也挺好的，我们现在工资水平也上来了，基本上人人都涨了。私自多领工资不会被发现吗？财务擅长做假账，都沟通好了，拿多少看我们心情。回家试试。哎，别吵了。他占有地方。你不绅士，让着点女同事。怎么了这是？他们总这样，
擅长瑜伽的跟擅长健身的，经常因为场地问题吵架，非常伤和气。下一步，我准备让擅长装修的同事把会议室改成瑜伽室，避免这种情况。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放肆了？那我们这也是谨遵老板的遗言啊。老板走之前最后一句就是这么交代我们的。干啥？这电脑有用吗？能让我修几把？啊，你放！你擅长倒卖，你拿桌椅板凳。你的电脑我准备和闲置的旧手机一块儿交到那上门回收了。它的回收品类很丰富，笔记本、平板也能上门回收，特别适合咱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我那台13和苹果电脑一共卖了5700多，面对面估价后现场打钱，钱到账了工程师才走，特别靠谱。组织听我的，回收数码产品去转转就对了。就没有一个擅长工作的吗？有啊，总有那不合群的，擅长工作的在那边。被我们孤立了，他擅长的方向不对。刚刚电话过来说老板没事，也放出来了。擅长打小报告了，叫上财务，带着账本再去一趟。露头就秒啊！我发奖金，同事非让我请客。那点完菜，我一看那账单比我阳寿都长，在那一屋子同事等着我结账，我都不敢回去了。同事这么些年，以前一直觉得挺抠的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大方。以前确实是我们误会他了。我就说他是回家人，你看。我一开始说就请我们组里的，结果全公司都到了，没见过面的都来了。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人这么齐过。哎，大爷，你不在家看门，你咋来了呢？可以喊我来吃饭。我也没喊。他请客吃饭这事我发公司大群里了，我们寻思人多能热闹热闹吗？你看他常年请病假，这次知道他请客吃饭，现从中央部跑出来的，多有诚意。哥们儿，我刚才就想问你是哪的，没见过你。我2年前离了职，属于前同事啊。来的人确实太多了，就没想过什么办法吗？这我给饭店前台塞了个红包，说他们要是点了贵的菜就说没有，结果他拿钱不办事。他给我塞了个红包，上来就要奥龙、帝王蟹啥的，可能装了。我都说没有了，那怎么还花这么多钱？他们扫码点了。你也不要太心疼，反正发了奖金。这奖金一共才500，吃饭多少26000，反正我是不请了。这小子好不容易请回客，我们也不敢点太抠搜的，你要不是不给他面子，这是不是？来，上！不喝了，最近喝的饺子不敢喝了。你那热量高通风呢？我去拿那个3度尿酸仪测一测。新升级的研碳电极失调，等10秒尿酸和血糖结果都知道了。蓝牙智能传输，自动识别配对手机，智能记录检测数据分析。3度420世界痛风日活动期间，3度EA19尿酸仪全年超优价5折起，还可以抽终身市值免单福利大奖。你自己这身体你得注点意呀，海鲜你就别吃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打包2只帝王蟹带走，我不爱吃。他们又加菜了啊！我不管，这饭我不请了。没事，好好养病。哎，涛哥来了，哎，咋没写？这涛哥，我要是说我钱没带够，你们还信吗？吃饱就走啊！你别走，别别，我吃饭。我过生日请同事吃饭，结果请完他们就翻脸了，把我自己扔这儿了。不走干啥呀？他请同事吃烧烤，到地方一个串没点，给我们捡的其他桌剩下的吃。同事们到那儿撸了一下午签子。我这人就这样，铺张浪费那不是我性格。来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了，一切从简，这不叫抠门，这叫过日子。是，那也太会过了。串是捡其他桌剩下的，酒是从隔壁桌借的。咱这么大见过拼桌的，也没见过拼剩菜的。我觉得同事给你过生日是给你面子，不至于这么抠吧？那节俭是传统美德呀，我勤俭持家好男人。你好，你要的可乐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就买一半，这一半你拿回去。我们也没这么卖过呀。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你早这么卖了。你不觉得我很有美德吗？我觉得你挺缺德。他之前总这么干，自己发明的再生可乐吗？可乐买一半兑满水，喝一半再兑满水，一瓶可乐他能喝一辈子。我这也是跟庄子学的呀，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，这都哲学，他们不懂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味儿还行啊。咋了？不了，谢谢。看见没？就这样式抠搜的。本来早上同事们忙着给他过生日，早饭都没吃上，现在好了，午饭也没吃上。不过好在同事在公司备着这个白象汤好喝山菌老母鸡汤面，新一代白象汤好喝真味汤馆系列都是真材实料，还原现熬高汤的鲜，零添加防腐剂，零反式脂肪，而且还有白萝卜牛肉汤面口味，这比下馆子强啊！多适合我们这些没时间吃饭的打工人。他平时也这么抠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钱这个东西该省的省，该花的省。服务员结账。你好，一共消费半瓶可乐，收你2块5。毛个零吗？给你5毛。我们也没这么结过呀。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你早这么结了。公司春游，他手欠把马蜂窝捅下来了，他自己跑了没叫我们，我们让马蜂蛰惨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在那放风筝呢，你插马蜂窝上了，一使劲把马蜂窝拽下来了，
那么风筝带着马蜂窝到处飞，我不跑还等什么？我还纳闷呢，他放一半把风筝给我了，说他不放了。我一抬头，那风筝带着马蜂窝跟轰炸机似的，边飘边撒马蜂，全冲我们来了。你跑的时候就没提醒你家同事吗？我提醒他们了，我说我捅娄子了，他们不跑，那赖谁？那也没寻思捅这么大个篓子呀，我们还搁那宽慰他没事儿，说有事儿大家一起扛呗，都同事。我这边刚说完，那边撒腿就跑了，这马蜂给我们这顿折。我更惨，我搁那小便呢，给我折麻了。你这么做确实挺不讲义气的。那平时关系不咋地，这时候跟我讲什么义气？再说，你看我像那义气用事的人吗？确实不像，同事在你心里的地位就这么低吗？同事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就这么跟你说吧。哪怕是你被马蜂蛰了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们不配。谢谢，感动了。什么东西？哎看见没？就这样式儿的，同事这么些年算白处了。他跑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犹豫吗？犹豫了，犹豫半天，跑一半又回来把同事们吃的拿走了。这不同事们没吃完，都在那饿着呢吗？闯哥，这个给你，饿了先吃点垫吧垫吧。这什么啊？这是我囤的红衣千层软丝面包，口感松软，味道醇香。这是真香，你在哪买的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，这么多不到9块9，真的很省钱。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，就能领取9块9省钱攻略，有官方限量补贴，花小钱办大事。同款面包就放在评论区，你们也赶快去看看。我把饭带走也是出于好心呢。那事情既然发生了，能救什么救什么呗，让损失最小化。所以你先救的饭啊。同事现在伤的挺厉害了，还是去道个歉比较好。对了，创哥，我错了，以后不做那么危险的事儿了。跑啥呀？你坐楼子上了。没事，你试。那放屁不分地点场合吗？这桑拿房同事们争着呢，他那屁热辣滚烫的，听得我们心里有点没底。我说小涛，你出去吧，我们是来争桑拿来了，不是来送你气来了。那谁还没个不方便的时候？我肚子不舒服，放几个屁怎么了？毕竟是封闭空间，肚子不舒服怎么不和同事说呢？那屁大点事儿，还用看他们脸色呀？活不起就死，小心他们。小小的桑拿室里让他打气打的气压都高了。这桑拿室本来就不大，在高温的驱使下，他那屁均匀的涂抹在每一位同事身上。这还有休克的，我控制不住啊！那屁都来敲门了，换你不放吗？那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了呀，我体寒，屁属于寒性，怕伤着同事，我还特意把温度调高了，寻思中和一下嘛。是大伙收针吗？气味散发的更明显了，他那屁前后调我都闻出来了。前调是跑山土鸡蛋，后调是章丘大葱，在我们味蕾里做上菜了。这么夸张？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是熏的吗？咋了？像我妈做的菜。那也不应该把我撵出来呀！我也是公司的一份子，我有权争这个桑拿。他也不是来争桑拿的，这臭氧层都让他造出来了，这不是来争我们来了吗？我们花钱来受罪来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还不如去外面玩会这个呢。不但没有坑钱套路，满级 VIP 说送就送，公诉暴力上线就拉满，而且高级地图免费进，随便看就能满地红光的。真的？在哪弄的？就点我左下角啊，上线必然选战士转烈焰骷髅，扛把40米大砍刀，刀刀烈火，砍谁谁都得躲，2个字爽到飞起。难怪他玩的这么开心，要不还是让他进来吧，都是同事，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让你进来行，能关着你的屁股？能，进来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！毛巾给我来，把门堵上。毛巾咋堵门？堵上肛门。哪有肛门？哎，我们和同事说好了一起离职，结果老板来了以后，他们一个屁也没放，就我跟老板提了，他们啥事没有，我让老板开除了。我们当时也震惊了，那愚人节目，我们寻思跟他开个玩笑，开心开心，他怎么还玩真的了呢？我这人玩的就是真实，他们开玩笑，把我工作搭进去了，我不喜欢开玩笑。既然是玩笑，至少应该说一句愚人节快乐，让他知道你们在开玩笑。我们说了呀，都说了，说了，离职书签完了才跟我说的愚人节快乐，我工号都给我消了，我还快乐，我快乐个鸡子，我快乐。说的确实是晚了点儿，主要是我们也没寻思效率这么高啊。老板早上刚进门，他啪一下拍桌子站起来，就说自己不干了。他当时老板反应也快，握着他的手说一言为定。你这种情况，我们也无力回天呐。我看他们都低着头不说话，我就知道我上当了。这愚人节让他们过的，咋了？又让人开除了？愚人节嘛，让人愚了。小鱼人，离职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的，不应该因为同事的话贸然决定。那他们天天喊着要离职，谁知道关键时候掉链子？这多正常啊！很多同事天天吵着不干了，不也照样月月拿满勤吗？那我也没寻思他真信了，这样我们只能祝福他了。哎，涛，先别走啊，花5分钟的时间把工作文件交接一下，我们要用。谢谢你。
骂人。就给5分钟交接，这也是愚人节一环吗？那可不是啊，夸克网盘的快传功能是真的好用，单文件100G 也能传，一点也不压缩。我们现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之间传文件就用它，小到分分钟就能交接完，还能给它留4分钟找下家。愚人节什么都是假的，但夸克好用是真的。我不管，他们把我工作弄没了，他们必须负责。先别急，今天愚人节，万一老板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？虽然我辞退了小涛，但是本着对员工负责的精神，我已经为他找好了下一份工作，什么工作？是关于人体表皮污垢学的研究。能说通俗点吗？搓澡的。公司怎么叫你霍霍成这样了？公司连夜搬走了，没叫我，就是把我丢下了。我一上班，公司没了。我们搬家了，他平时就把同事们得罪个遍，搬家没人乐意告诉他赖谁呀。现在他不在公司，你看我们上班心情大好多了。下班同事们还准备找个酒店聚个餐，庆祝一下吗？同事这么对你，你不难过吗？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有点想同事们了。为了缓解孤独，我摆上了同事们的照片，看着他们的照片，他们就好像音容满载，我就不孤独了。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一个人。照片怎么是黑白的？打印机没墨了，还有这蜡烛，晚上加班的时候没有电，也是我特意准备的。这啥意思啊？又相片又蜡烛的，还发公司大群里了，损我们呢？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不是个事儿吧？老板说我是公司的固定资产，让我固定在这儿，把我留给下一任老板了，还说到时候一接手，我就是最有资历的老员工。我觉得老板这是为我好。他真这么想的？那你告诉他，虽然平时同事们相处的都不太愉快，但还是希望他的下一任的主人能好好带他，就是祝福一下。你心态还挺好的，真的不怪同事吗？那狗咬了你一口，你还能去咬回来吗？同事一场，你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是用户老板同志在线堂吗？是啊，你的外卖放这边吧，让老板和同事们先吃。你老板和同事都没了？去另一边了。咱记得真晦气。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小涛是我没养好，我准备把他留到下一任老板那里另谋高就。老张，你办公室留这么个玩意儿，我怎么做生意？来，快点带走。完了，砸出去。公司组织出国旅游，同事出发的时候没叫我，把我一个人拉公司了。啊，我忘了，你要不说我们还没发现少个人呢。那机长大巴来了，我们就赶紧上车了。这一路上光顾着开心，也没注意到落下一个呀。没事，我等了一上午，车都没来，就下楼取个外卖的功夫，车就来了。他们就是故意不想带我。等车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取外卖呢？那我都准备好出发了，那李闯给我点了个外卖，让我下去拿，就是空了我1分多钟。我跑回来一看，他们坐大巴车走了。你们这样挺不好的。是不好，但是你们也是的，落下一个人你都提醒我呀。在这赶不上飞机，机票白买了。那机票也没给他买呀。那原来老板说给他办托运和宠物一块送的，是吧？现在整个公司就剩我跟门卫大爷了，他们就是欺负我人缘不好，不带我去，太欺负人了。丢人的事可别带上我啊！他们叫我了，我没去。他毕竟也是公司的一份子，出来玩落下他就没觉得少点什么。确实少了，就好像一锅粥里少了颗老鼠屎。上去。那我们也确实不是故意不带他的，谁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？你那说走就走，我没意见，那倒是把我带上了，不能把我说丢就丢啊！我都老员工了，多没面子。你不要太难过，既然旅游没去成，留在公司好好工作也不错。你不会安慰人就把嘴闭上，我不管，我要去找他们，不能把我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也觉得不带他确实不好，所以一致决定这次旅游就取消了，然后等到下次我们一起集体再去。可是他去找你们了啊？啥时候的事？哎，涛，你在哪呢？我他妈飞机上了。操！他开车拉我们出差，开半天最后告我们走反了，开海里来了，车抛锚了，给我们全扣这儿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开反的？当时顺着导航走到头没有路了，到海边光剩一片蓝了才知道的。导航开反了啊！实际上应该这么走。那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越开离终点越远呢？他脑袋跟屁股也长反了，那走反了倒是告诉一声啊！这一路上又沙子又泥的，坑坑洼洼，跟巴音布鲁克似的。既然发现走反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那身后那么多同事看着呢，还有女同事，那开半道说走反了，不让人笑话吗？硬着头皮开呗。那开反了应该提醒一下同事的。我提醒了，我一直单曲循环反方向的钟，他们听不明白赖谁。既然是你的错，应该去帮帮他们。路上人生地不熟，你们就没提醒一下他？我怎么没提醒？一到路口我就看到他就搁那点头，我问他没走错吧，他就搁那摇头。这都干到海边了，再往前看到干海里个屁的，他还搁那点头，跟个傻
啊？他们问我了，那我在切歌呀。我这耳机单侧摇头就能切歌，点头摇头就能接挂电话，是他们自己误会的。那你开车戴耳机多影响和同事交流啊？我这可雷耳机是开放式设计，有定向传音技术，车里放车里的，我听我的，带一路也不耽误听外界声音，接客户电话方便。而且这开放式耳机，我带一路也没啥感觉。当时听歌听入迷了，也没注意到他们问我。他能听见，他不告诉我们一声，这好东西我给他用都白瞎。窗杆，你不用推了，不用推了，我都联系老板同事来救咱们了。小涛，你给我发的定位咋回事？我们开车进来让海水爆了。忘告诉他别开进来了。完了，海底捞了。啥海底捞？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。我好心办坏事了。老板说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要集体降薪1000，他自告奋勇去找老板理论。这不挺好吗？回来告诉我没理论过，改成降1500了。我一开始确实挺上火的，当我跟老板一聊，才发现老板说的有道理。那公司有困难，我们这些当员工的不得理解吗？我就让老板摸着良心降，没想到他这么丧良心。你有没有想过降薪同事们怎么办？你降薪总比公司倒闭了强呀！你得分清一顿称跟顿顿饱的区别。那我们在公司这么些年也没保过呀，公司好的时候也没说给我们涨薪呢，凭什么降薪？我寻思派他过去打个头阵能有点效果，还他妈让人撤完了。他确实挺过分。现在想想降1000块钱也不是不能接受，是吧？钱这个东西够花就行了，我认为当前的工资水平足够了。1500不是小数字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过吗？考虑了呀，下一步我建议老板取消周末和假期。平时周末和假期的花销是大头，不放假就不会去消费，那钱不就够花了吗？那他要这么整的话，这活没法干了，这点工资还干啥呀？不玩不干，发抖音还有电脑端呢，你才知道，这大屏刷的就是爽还高清。以前用小窗口模式，老板抓不着，现在直接大屏畅快刷，下载扣单还能一键设置颜值博主专属高清壁纸，特别方便。闯哥，你们发工资条了吗？我这工资怎么是负的？你之前工资不1200吗？现在降薪1500，你可不负的吗？你上班还得交300。那不能这样，我找老板重新理论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其实我觉得降薪是很有必要的。老板，我不服气。我是不是集体降薪1500？你工资是不是1200？那都降1500，你是不是相当于省了300？你不涨了吗？谢谢老板。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他们都去住院了。前2天公司团建，他负责给我们采购，他图便宜从超市买的过期食品，同事们吃完全都食物中毒了，又拉又吐的，全上医院了。那我买的时候还没过期，都是临期食品，谁知道公司团建延了1个月，这不能赖我。方便问一下，你采购的时候还差多久过期？24。24天，时间确实有点紧张。24小时。那谁采购能买1天就过期的东西啊？他这哪是采购啊，这不投毒吗？既然是临期食品，为什么还要买呢？那货架上写着赏味期将至，那我还以为这是新的促销手段，就告诉顾客最适合吃的时候马上要来了。我不想着这物美价廉吗？那花小钱办大事有什么不好？事儿办的可太大了，全公司都来医院了。医生说从业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来医院团建了。看着没？那你怎么没事？我压小米我没吃。什么米？你别管了，他就是看人超市打折，想吃点回扣，就为了吃点回扣，好好团建，能整个团灭了。老板说了，剩下的钱我自由分配。那我忙活一趟，收点跑腿费，吃点回扣怎么了？我这小米又吃不了别的。小米是你女朋友啊？方便问一下，老板给你拨了多少钱？3000。你扣了多少？2900，那100打车了。这事儿他干的也不是1次2次了，我们也都习惯了。自从我们认识他之后，同事们上医院现在就跟回家一样。你们刚才说的小米是什么？就是一咬东西牙就疼。哦，你这是牙敏感，小酸小痛小刺激拖不得。你用舒适达这个专业修复牙膏，采用修复黑科技能挖敏，深入牙齿芯修复，不做表面功夫，一招制敌。解决敏感舒适达是专业的，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。反正牙小敏不要拖，立刻去找舒适达。创哥，那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准备带点补品去看望同事们，希望同事们早点康复。这事儿你好好办，别办白了。去吧。我觉得小涛贪便宜的做法确实不对，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责备。做老板的要给员工犯错的机会。小周给我们买的补品也是临期的，同事吃完要进手术室了。好。同事怎么站着办公？他们瞪着小涛拿去抵账了。抵账？我每个月发工资都被扣，那我拿公司东西抵消有什么不对呀？公司扣的越多，我拿的东西越贵。你这样经过公司同意了吗？他扣我工资也没经过我同意。上个月我俩电脑让他拿走了，这个月他们椅子让他拿走了。我们现在一来办公室，我俩用本和笔办公嘛，他们站着办公，他们已经这么站1个月了。那楼下保安更惨，对讲机都让拿走了。你这么做没考虑一下同事的感受吗？那是公司该考虑的事情，公司敢扣我就敢拿，扣得多我就拿电脑家电，
扣的少我就搬桌椅板凳，要是凑零头我就上厕所薅卫生纸。这个月还行，就扣800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他就扣了你800，拿这么贵的不好吧？这电视卖了到我手里也就值800块钱。甲方是公司，乙方是二手市场，我属于中间商。我快到了，你回去吧。他这么跟你说的啊？马上电视也没了。你说他跟公司的个人恩怨也不能影响到我们吧？是我们啥都没了，我们咋办工作？你这样下去，我们也没法干了。你别冲动，现在工作不好找。我们都在智联招聘上找好了，这边投递简历，那边就有公司回复，立马给我发了 offer， 特别的快，而且上面职位多，机会多，还都是民企，推荐的职位都是精准匹配的，非常智能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找工作上智联招聘就是快。旁边拼个桌，你啥来着？工味没。就没想过通过努力工作避免被扣工资的现象吗？没用，几万的单子谈成了，到我手里就几百块，那都是中间商赚差价，还不如让他们扣我工资，扣完了我才从公司里拿东西抵账。他们扣的越多，我越兴奋。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创业这条路不太适合我，我准备上智联招聘找个班上。听说你把老板撵出公司了？老板说让我们把公司当家呀。老板看我们下班就走，就让我们多加班，把公司当家嘛。他今早上一来，把公司锁也换了，把老板给锁外面了。老板都说了，那把公司当家了，那我不想让他进我家咋的了？那也不应该躺着上班吧？那我在家就这样啊，都到家了还装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这欺骗老板。涛哥，我提前下班了，走吧，你常回家看看。我们现在每天上班，该打牌打牌，该追剧追剧，确实是没有以前上班那种紧迫感，确实有一种家的感觉。我把房租都退了，感觉住在公司比租房子舒服多了，是吧？都这么玩，你们还怎么赚钱？赚什么钱？没钱了去财务那儿拿呗。之前就是跟公司太见外了，那领工资还得按月按号的，那都自己家的，没钱了拿就行。涛哥，我钱花完了，去财务抽屉里抓一把。他要没现金，你用他那电脑转账。自己家的还客气啥？你们这么做不怕老板回来生气吗？回不来的，他把老板办公室租出去了，就为了彻底贯彻把公司当家嘛。接下来他还准备把办公区改成电竞区，把会议室改成棋牌观影室，前台整足疗区。你们准备的还挺周全的。这还有洗浴区，你工作累了还可以搓澡。你搓一个吧，我安排。够了吧？涛哥，这吹风机有没有？用我这个来。风很大，吹得快，我平时1分钟就能吹干，还带智能温控的，温度刚刚好，也没什么声音，不会吵到别人。确实不错，回头我也买一个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给每人都买一个，走公司账，去买去吧。毕竟是老板的公司，你们这样是不太好。我们这也算帮老板实现愿望了。现在同事们关系都非常好，不是一家人，胜是一家人。老板，保险柜密码多，你家里不允许私藏小金。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对不起我了？怕啥？就能看到我。躺个锤子地方。公司刚开工，让他去接客户，他骑自行车去的，结果把人客户痔疮给颠破了，送医院去了。老板说要车接车送，那自行车已经是我最好的座驾了。为了接客户，我还特意加装了个商务座，那怕客户着急，我还骑了国道。那谁知道他有痔疮，你没告诉我。我上车就告诉他了，我没好意思直接说我有痔疮，就暗示他我说我嘴里起了个泡，让他慢点骑。结果他越骑越快，给真裂开了。看见没？那客户得痔疮直说呀，你暗示我干啥？那我还纳闷呢，这客户怎么一路上夹着屁股走道？我还以为他要窜稀呢，就没敢怠慢，我都站起来等着。这刚开工第一天，他走前还说开工大吉，保证能给我们来个开门红。没想到他指的是痔疮。刚才客户打电话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身体抱恙，先不合作了。这件事确实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。那我损失也不小啊！那客户200来斤，一屁股给我车轱辘做成椭圆的了，我2个轱辘方向都不一样。现在一蹬起来，它都直蹦的，这我以后还怎么骑？哎，你这可拉到我车屁股上了。既然没有车不方便，为什么不买一辆呢？那我没钱，买不了好车。那公司只剩1台电车了。最近天冷地温，电池续航时间速度快，万一这路上堵车掉电，那更完不成任务了。你可以试试广汽丰田雷凌啊，搭载第5代智能电混双擎系统，无惧严寒，无需充电，加满一箱油轻松跑满1000公里。这几天寒潮降温，碰上春运返工，就算堵在路上也不用担心续航不够的问题。长途出行经济性高，拥堵路段更省油，开起来又省又有面子。那我下班就去看看。旁边那客户可以出院了，我去接他。慢点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看事情要乐观，客户痔疮见红，不妨看作一次开门红，寓意着公司的好彩头。结果自行车车座都掉了，客户现在拔不出来。放假了，跟同事们出来吃个饭，本来寻思喝点聊天啥的，结果他把老板叫过来了，最后饭没吃成，汇报了1中午工作。
老板我叫的，那同事们点了这么一大桌菜，自己吃了多浪费。大过年的人这么齐，怎么能忘了老板呢？我就借这个机会请老板吃顿饭，团聚一下。这不太好吧？是不太好，同事们太碍事了，影响我拍马屁。他叫个别人，顶多我们是添双筷子，他给老板叫过来，那不纯添堵了吗？我更惨，刚吐槽完那老邓不在就是爽，结果下一秒就登门了。啊，要不叫老邓呢？同事聚会叫老板来，应该告诉一下大家的。我说了呀，我说我去喊老板过来再加俩菜吧，他们都说行，那还夸我懂事呢。那谁知道他叫的是公司老板呢？我们上一秒还在那吐槽公司碰杯畅饮，下一秒老板就进来了，全做成 PPT 了，这加班加到饭桌上来了。他确实挺过分的。那他看老板来了，不先递菜，先递了一摞方案过去，让老板下饭用吗？完事了还点我们呢，说他的汇报完了该我们了，多气人呢！你这么做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了呀，我去接老板的时候把他们电脑也带过来了，就怕他们没法及时工作。我递过去的时候，同事看我的眼神可激动了。他确实挺气人的。这还行呢，更可气的是他把我们准备喝的摘要酒还送给老板了。你这不借花献佛吗？跟他有啥关系啊？他花钱了？这么好的酒给他们喝的不浪费了吗？摘要酒可是来自赤水河上游贵州金沙的高端酱酒，还有着书形包装，多适合送礼啊！而且口感纯柔，这么好喝的酒当然是送给老板更合适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挺善良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。你这送的是属于别人的玫瑰，别人的更香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是一条非常贴心的员工，什么事都想着我，特别大方，还送了我这么好的摘要酒。我打算满足他一个新年愿望。老板，你明年能别的说我是一条了吗？那知行吗？公司春节不放假了，让我们在公司过年。老板说我们工作效率低，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。我向老板进献了过年不放假的计策，都留在公司过年。这么做是不太合理。我觉得特别合理。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不就是我们返超的时候吗？春节每年都能过，但你工作耽误了，可就补不回来了。那哪有过年不回家的？你不想家，家里也想你呀。你一看他觉悟就不高。那老板都说了要把公司当家了，再说了，过年不就图个热闹吗？那这么多同事陪你一块过年，那多热闹啊！他有觉悟，他留下就行了，带上我们干啥呀？那大过年的不得回家看看亲人呢？我都想我爸妈了。这简单啊，那把咱爸咱妈还有家里人也接到公司不就行了？还能帮你一块干活，提高效率。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想啊，你家人在公司给你包着饺子，那同事们围在会议室边看春晚边工作，这看完还能顺便开个会，那其乐融融的，多温馨的场面。在会议室看春晚，那能有心情吗？这班谁爱上谁上，我上不了。看来你们今年是走不了了，他想的挺周全的。那大不了我们也不给他干活呗，给他卖命还不如搁这玩会游戏呢。咋还有什么玩呢？这是超能世界，一款超级好玩的休闲放置类卡牌游戏。现在超能世界和葫芦兄弟开启新春联动，海量福利，联动英雄，皮肤免费送，新手开局还能领110抽，快来一起救爷爷吧！反正你告诉他，大过年的让我们白干，肯定是干不了。让同事加班至少得给加班费吧。都把公司当家了，还要钱干什么？你在家里待一会儿，还得跟老板要钱，那不是啃老吗？那反正我是挺乐意跟大家一块过年的。想不到你对同事们的情谊还挺深厚的。找出这个办法是因为不舍得跟大家分开吗？我没抢到回家火车票。公司现在不加班得收费，我们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没休息了。现在同事们下班都不敢走，都得留公司加班。之前同事不愿意加班，我向老板提出了加班收费的建议。加班还要收费？就是不加班的同事给加班的同事付加班费。那人家加班帮你把工作干了，你不得付给人家劳务费吗？那多劳多得嘛，非常公平。我们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就怕工作时长拉不完得赔钱，逼得我们现在下班谁都不敢走。昨晚有个同事生病住院了，就怕落下加班时长嘛，把他爸叫过来顶的班。这大叔都退休了。我上个星期有天晚上没加班，全公司的加班费都从我工资里扣，我1个月白干了。你这么做确实太过分了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呀。那现在同事们特别能加班，下班效率比上班都高。我准备在公司门口贴一条标语，下班才是真正的上班，就给大家鼓励打气。就没试过大家不加班，不就不用内卷了？试过呀，那天同事们一起商量好了，准点下班嘛。他一看我们全走了，直接干了一个通宵。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公司都得赔他加班费，赔惨了。闯哥，你这是感冒了啊？这天越来越冷了，加班加的身体都不行。来杯999感冒灵暖一暖吧。行，谢谢。厂哥，给我也来一杯吧，我也暖和暖和。你也暖和。一直不休息，身体受得了吗？那你不得劳逸结合吗？我现在白天困了就睡，白天赚不了几个钱，还不如休息，等晚上再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现在每个月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同事给的加班费。这样是不是太卑鄙了？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准备建议让老板也加班，一起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要睡了，你下午再来。他这么跟你说的？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是一条非常忠诚的员工，时刻关心着公司的未来，我非常欣赏他。老板，我
起来了，好像要揍我，我该咋办呀？没事，阿涛，你挨打的时长我给你算进加班时长里啊。我们工资刚到这儿，他就在公司群里说感恩老板1年栽培，带头要一起给老板发一次工资。这点工资到手里还没捂热乎呢，就先预支出去了。投之以礼，报之以桃啊！那当员工呢，不得懂点人情世故吗？老板都给我们发1年工资了，这都年底了，这不得回点礼，就显得情商高吗？他那不是情商高，是智商低。老板也没想到发工资还能返利呀，我们还得留钱回家过年呢。他想舔老板也不带上我们呢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，不是把老板哄得很开心吗？老板收完钱还跟我们说一定要当他一辈子的好员工，这把私企干的都比体制内稳定了，还不知足吗？这都是我的功劳。1个月本来就没几个钱，还得给老板一部分，咋的？我们不生活了？方便问一下，你们给老板发了多少钱？为了展现同事们的诚意，我推行了最低工资法。最低工资？就是以公司最低工资为标准，多出来的部分返还给老板，真正实现收入平等。那谁是最低标准呢？我呀，我不用交钱，比我高的都得上交。你是真该死啊！我刚到手的工资就发出去了。你这不还有钱换新手机吗？我这是左下角新年活动领的。你让老板气迷糊了吧？现在哪还能领手机？去点左下角最新链接啊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。现在苹果15 Pro Max 和 iPad Pro 都是保底福利了。我刚领的116领先，现在也发货了。你这不会让我找亲戚助力吧？完全不需要啊，只要从我左下角链接下载，还有5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作为专属奖励，摄像机、手机和平板都轻松到手。那我让同事们都领一部送给老板，再让老板开心开心。就先从你这儿开始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的想法非常超前，但我认为很合理。栽培员工确实很辛苦。老板，我的工资怎么都扣没了？栽培你最辛苦啊，我按劳收费的。我攒钱买了辆2手车，同事知道了非要蹭我车，我说了拉不了，结果到下班他们全坐我车里，把我车坐坏了。未经别人同意就蹭车是不好的。我们上车就后悔了，那车旧的跟秦始皇开过似的，那四个轱辘方向都不一样，那车轮拧的跟莫比乌斯环似的，本来就坏了，赖我们干啥呀？人多也不至于把车坐坏吧？那我这车本来动力就小，他们人多坐超载了才坏的。刚才掉了。方便问下你的车限载多少人呢？1个人就超载了，那车顶上写的限载0人，这哪是给人坐的？这不灵车吗？你听他瞎说，卖家说了，现在人数小于1就行。我为了买这辆车，还特地减肥2个月适配一下，那试驾头手机都不敢带，就怕超载了。他这车要求挺苛刻的啊，商家说了，这车比较挑人。对不熟悉的车乘坐还是得谨慎点。我们也后悔了，当时一坐下就感觉不对，搁定，后来才知道那车座外皮下面都放了个马扎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看见的，我们当时还问他这车有没有座椅加热，他说有，然后先把那车座掀起来，往里面贴的暖宝上了。那是他们用不惯，反正我这发动机报废了，他们必须赔我。限载不到1人的发动机，动力可能确实不太好。他那发动机拿电瓶车改的，我箱盖一看插了一身充电宝，那动力能好到哪去啊？我当时问他买的是不是油车，他说电车，现在看来真没骗我。毕竟是同事的爱车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补偿一下的。赔是赔不了了，但是你可以去置换一下。现在东风风行 T515有超级置换政策，不管再旧的车，你都可以置换到购买风行 T515的3万元补贴。那这车能好吗？你说啥话呢？你看这犀利的前脸，动感的腰线，这100万豪车的颜值不比你那强多了？还有这少华一体的运动式座椅，360环绕数字音效，180度超宽星空天幕，搭载中国新10加马赫动力发动机，超强197匹马力，100公里油耗才6.6升，动力强劲，油耗还低。这么好，我现在就去置换一个。啥玩意了？厂杆帮我拿俩充电宝过来吧，充电宝炸了。公司年会抽奖，我抽了个特等奖，本来挺开心的，结果打开一看是和老板共进晚餐（括弧员工请客）。老板说了，要求奖品要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贴近员工，倾听员工意见，所以我就设置了与老板谈心、与老板吃饭等这类奖项，建设员工和老板一家亲的职场环境。这是奖他呢，还是罚我呢？我还寻思今年转运了呢，上来中了个大奖，我都说好请同事吃饭了。现在好了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不仅请客吃饭，还得汇报工作。中间还有饭吃，我抽了个安慰奖，老板的帅气照家亲笔签名，我都准备拿回家挂门上辟邪了。他们抽中这么好的奖品就偷着乐吧，这种和高层直接对话的机会，我羡慕都羡慕不来。那你自己抽中什么了？我就抽中了个3000万。这么多？千万要开心，千万要健康，千万要幸福。你那3000万是能花呀，还是咋的？我头一回听说公司发年终奖发的是祝福，同事们辛苦1年还请老板吃饭，咋想的？格局小了，别光想着钱，你把老板哄开心了，不比什么奖品都值钱。这个年会奖品确实。
快过年了，抽中这个年货奖品多晦气呀！不过好在平时玩这个帅主之滨最近在搞龙年新春征兵季，1月31号开始，全新军征模式春节限时开启，铜钱抽武将，赛季战法，还能解锁帅主全明星阵容，不仅超多游戏道具免费领，还能抽取年货大礼包和新年红包，各种活动也是诚意满满。川哥，你得把握住机会请老板吃饭。他发个奖品1分钱没出，我还得搭个饭钱呢，就300块钱那边多了没有？哎，这个闯，明晚咱俩吃饭，好好聊聊心里话啊。啥意思？这都不懂，老板想喝53度酱香了，这下得3000的标了。他现在天天蹭我们外卖，同事们顿顿吃不饱饭，给我们整的现在都不敢点外卖了。自己点饭不得花钱吗？我蹭他们外卖我能省钱，那他们少吃2口也没啥大的损失，一举两得的事不挺好吗？你这是在写什么？中午的菜单都是我爱吃的。还挺丰盛的，你写出来准备中午吃吗？我写出来准备让同事中午点，你想吃啥我就给你加上。你就说他脸皮多厚吧，他一个蹭外卖的，他还点上菜了，咋的？我们在这伺候老佛爷呢，他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？羞耻不能当饭吃，蹭外卖这种事儿就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那你是属于哪种的？我是属于不要脸的。我们吃点啥他都得蹭2口，给我们恶心的同事现在中午都不吃饭了，就为了不让他蹭吗？宁愿一起饿着，都别吃了。这没试过躲起来偷偷吃吗？没用，你等饭点的时候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吃啥呢？我来2口。哎，还躲？你下次点点素的，我最近刮油。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同事的感受吗？考虑了呀，我都自带餐具了，就为了蹭饭干净又卫生，这多自觉，考虑的多周到。确实挺过分的。这还行呢，他蹭饭就够烦人的了。这哪天我们要是不点饭，他要是蹭上了，他还得骂我们2句呢，骂的老难听了。这当然得骂了，那他们不点不就饿着我了吗？他们不吃行，我不能饿着呀，光想着自己多没素质。你们中午不吃饭不饿吗？饿呀，挺着，饿死也不让我蹭，咋地吧？我真快饿死了。这个偷摸给你吃，早上我藏起来的。这个好香。这可是金菠萝风味鸡扒麦满分，全麦添加的英式麦粉，新鲜烘烤，口感微脆，浓浓麦香，口感松软有嚼劲。大块的菠萝片提供了酸甜和多汁的口感，咸香风味中带着黑胡椒的香气，搭配经典的微微酸甜沙拉酱，整体口感丰富多汁。一口价值超满足。吃的什么这么香？对于这种行为，我们要勇敢说不。不给，我已经吃了。我就喜欢吃进口的。公司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他们都住院了。最近流感嘛，很多同事都感冒了，他非要给我们送感冒药，吃完全公司都住院了。本来大家就是脑袋疼，吃完他的药，除了脑袋疼，剩下脑袋疼。那医院检查报告都说我们集体服毒了。你怎么没事？啊，我留了个心眼，我没吃。那是药3分毒嘛？那吃药有副作用不很正常吗？他们就是身体素质不行，那就不赖我。方便问一下，什么药有这么大副作用吗？就过期的感冒药。你这不毒药吧？那是毒3分药啊，他们是病毒性感冒，就得以毒攻毒。那感冒药好像上个世纪生产的，那药盒都停产了，他抠门舍不得撇，全给我们吃了。同志们吃完又恶心又吐的，他还说副作用不用怕，挺就过去了，最后全挺医院去了吗？这么不靠谱的同事给的药不能乱吃。我们知道啊，都没敢吃，都谢绝了。那怎么还吃住院了？我撒他们公司下午茶里了，我以为他们就是跟我客气呢，就交给一下撒他们奶茶里了。这件事对你影响确实挺大啊！现在整个公司工作都停了，办公室就剩我自己了。不过还好，无聊的时候还可以玩我这个天境传说。点左上角连接，登录第1天就送88红包，现在开服盛典送100抽，新人入坑好时机。而且这个是放置类卡牌游戏，能抓宠能结婚，10快速培养，一下也有收益，一点不费精力，特别适合上班摸鱼。现在奖金持有限，赶紧点左下角下载，进服完成目标还能领苹果15 Pro Max、华为 Mate 60、金条等众多好礼。你看我这都领到了，反正你告诉他。这同事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肯定不能放过他。那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他们就是矫情，你挺一挺就过去了呗。那不治病不都这样吗？那你吃了吗？没吃，我挺不住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关心同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公司团灭导致的损失也必须要赔偿，为了让你长点记性。有呀，老板。同事们出来团建滑雪，他在人滑雪场小便让保安抓住了，害得保安现在不让我们滑了。人有3急，都人之常情啊。那附近也没有厕所，我确实是憋不住了，偷偷找个角落解决，有什么问题？被发现那是我运气不好。关键他偷摸上就行了呗，那边上边挪地方是什么习惯呢？滑雪场都让他教化了，教黄的一个坑一个坑的，好好的滑雪让他整成道具赛了，谁发现不了啊？那我上一辈来人了呀，我不挪地方不就让人发现了吗？我就绕着大树转圈，寻思躲着他们就卡视野，我还逆着风尿的，这刺鞋上了，我还没抱怨呢。那你是怎么被保安发现的呢？就没想到保安在那树上插了个眼。那树上眼监控啊，我搁那上面看见的。他当着我的面给我们滑雪场拉了一条黄色警戒线，我看他那么上火，我更上火了。这不影响我们学长做生意吗？我能怪着他？那他发现了，警告一下就行了呗。我尿都尿了，还能撤回吗？我这正尿着呢，他当着同事的面直接给我按雪地上了。
还有没有教养？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绅士的，这下全毁了。他绅士，怎么的？绅士现在都随地大小便呢？我们在这玩的正开心呢，保安拎着他就过来了，问这尿罐子谁朋友？我们怎么没敢吱声？既然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不让你们玩？我把他们指认了，我说我跟他们一起来的。那保安说我这个行为涉及到罚款，那我自己钱没带够，我寻思让他们帮我分摊。他自己尿的让自己承担，同事们花着钱过来一下没划上，搁这当了一下午观众。我们坐这一下午了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干啥。要不玩还能数打发时间呢。现在新版本内容更新，新角色、新技能，战斗技能酷炫，职业有趣，还可以和朋友一起开黑刷新副本，轻松又解压。不是唱着滑雪吗？怎么不滑了？老板，那雪扣干净。老板，别滑了，那雪让我付毛了。怎么付的？公司发年终奖了，别的同事红包都是几千上万的，你给我发了个再来1年。老板说了按劳分配嘛，这年终奖是给公司创造价值的同事的，那他在公司的作用连个扫地机器人都赶不上，他咋好意思要年终奖？你给他发个欠条就不错了，是吧？这没钱就别发呀，那这不侮辱人吗？你给我整个空包还给我塞这么老厚，同事以为我这发了多少呢？我都安排好请客了，回家拆开一看，他妈重开1年。浩哥，年终奖发多少？这个数。这么多？低调点。你还挺要面子。我老员工嘛，大家都有红包啊，那不能光他自己没有啊。虽然公司今天没咋挣钱嘛，那不也寻思给他整一个，这意思对付对付嘛，鼓励一下嘛，是吧？同时也是为了让你有面子，鼓励你一下。那也不能鼓励我再干1年呀。那别的同事1年下来都盆满钵满，我1年下来就涨了1年工龄，我不服气。喂，队长头上来，我们给你报个大红包。真的，我先上去。看了，有没有人看？你瞅瞅。我红包呢？这不辣条吗？这是新《倩女幽魂》和卫龙联名推出的辣不大红包里面的，更新了且听超音新版本，推出了双形态6边形新职业银潮，特别帅。临近新年还有超多新年活动，不但和卫龙联动，还有各种趣味活动，等活动上线大家都能参加，直接实现辣条和游戏自由。满意了吗？不满意，我有痔疮吃不了，我找老板要说法去。老板，我这1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对我的年终奖不满意，我要求就换一个。不给钱的话，有没有别的方法补偿一下呢？我考虑过了，你之前的年终奖确实不太合适，以后你每年我都给你无薪休假1年。谢谢老板。